你曾经和当地人发生过冲突吗？你有被当地人歧视过吗？上星期我和一位朋友一起吃晚饭，我的朋友是土生土长的荷印混血儿，他的父亲是荷兰人，母亲是印尼人，就和我分享了一个让我非常惊讶的事情，就是他觉得他被他的未来婆婆歧视了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云。毫不夸张地说，歧视在每个国家至今还真实的存在着，只看有没有被你不幸给遇上了而已。我对我的朋友被歧视而感到非常惊讶，是因为歧视他的并不是别人，而是自己亲近的人。一想到这里，就让我觉得这今后他在见到他的未来婆婆，心里可能就会有疙瘩了。事发起因是这样的，我的朋友将要结婚了，他的未婚夫是100%的荷兰人，他们打算在苏格兰举办婚礼。当他的未来婆婆知道了这件事之后，就马上说幸好你选在苏格兰而不是印尼，若你在印尼举办婚礼，那我将不会去参加你的婚礼了。只因这位婆婆不喜欢亚洲，觉得亚洲人都是坏人。我的朋友听了之后就非常的难过，因为她母亲就是100%的印尼人。她对我说，若不是她还拥有着50%荷兰人的血统，相信她的未来婆婆也不可能接受她了吧。我个人觉得这位婆婆也相当的奇怪，她没有去过亚洲，也几乎没有和亚洲人接触过，更没有被亚洲人欺负过的经验，又如何判断所有的亚洲人都是坏人呢？对吧？我朋友觉得这就是对亚洲人的一种歧视，这位婆婆就是单一的道听途说，导致了自己对亚洲人产生了无理的偏见。好，那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，在荷兰工作会不会很常与当地人发生冲突和被歧视呢？若真的发生了这些事情，我们该如何解决呢？在这里，不管是在办公室里工作，或是从事体力活的工作，很多时候都不会单单只有一个民族，一般除了白人之外，也会加入其他国籍，像是黑人、华人、印尼人、土耳其人等等。无论是在工作、午休或是 coffee time， 我们都有很多机会和对方接触，所以一般我们都会以说荷兰语或是英语为主。即便在同一桌有华人，我都会和华人说英语，因为这样大家都听得懂，互相尊重。不过我相信大家也有听说过，荷兰人说话非常的直接，没有什么弯弯绕绕的，他们说的意思就是字面上的意思。这有些时候就让人觉得自己被冒犯了，或是在没有听懂对方说些什么的时候，就觉得自己被侮辱了，或是被歧视了。那在这种情形，你该怎么做呢？首先，你可以先问对方说的是什么意思。如果真的如你所想，就是你被冒犯了，被歧视了，那你可以当面拒绝对方，或是当面回绝对方，非常简单，非常直接。你也可以跟对方说 I don't accept this, this is not funny， 或是 I don't agree with it, stop it now。 就这样一句话，很简单。一般听到你这样的反应，对方都不会再说了。如果这之后对方再次对你做出同样的事情，就是让你觉得非常不舒服，让你觉得被冒犯了，被歧视了，你可以直接向你的主管或是 work counselor 反映这件事情。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不要越级报告，因为这样是不正确的。你就跟你的直接主管谈，一般情况下都可以得到解决。如果你不说，任其发展，很可能就会越来越严重，其他人也可能用同样的方式欺负你。所以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制止这件事情继续蔓延。一般在这里，只要你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愿，就像你说了 I don't accept this, stop it now， 对方就应该要停止了。如果他再继续下去，那他就是错的那一方。这就是这里的基本逻辑。很多在这里生活第1年的朋友都比较青涩，都不太敢表达自己，更别说拒绝或反抗了。但当你相对融入了这里的生活，你就会了解这里提倡的都是平等的生活，不会因为你比较有钱就高人一等，或是你比较年长可以少做一些，我比较年轻我就要比你多干一些。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一样的，拿了工资就要交出成绩，
也不会因为你是上司，我是下属，我就要完全听你的，为你卖命。真的完全没有这回事哦。另外一点就是，当你跟你的主管或是 work council 讨论这件事的时候，是要有些技巧的。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平铺直述的说出来，那它就很容易被定义为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，就不会得到重视。所以当你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你要将它说的 dramatic 一点。当然我不是叫你说谎或是添油加醋哦，你千万不要误会这一点。你只需要在你说出实情的时候，也告诉你的主管这件事将带来严重性的后果。就比如你一开始说这件事情发生的次数，这个人每次说的话都让你觉得不舒服，让你觉得被冒犯了或被歧视了，这带给你了心理压力，而且这些压力影响了你的工作，你无法专心的工作，也让你在工作上感觉到不舒服、不快乐等等的心理因素，这也很容易造成你 stress out。 这里的核心隐患就是 stress out。 一般主管或是 work council 了解了这种情况，都会小心处理你的案件，毕竟大家都不想背黑锅嘛。公司甚至会给你安排 company's doctor 进行一连串的检查。 stress out 在荷兰是非常普遍的，老板不能因为你 stress out 就随随便便开除你或是为难你，所以你真的无需要害怕或是担心，因为你说出了真实的情况而被公司辞退。在荷兰这些都是不被允许，而且是不合法的。无论是办公室工作还是体力活，你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，这些问题包括冲突、歧视等等。所以如果你在工作上遇到被刁难的时候，我奉劝大家，第一件不要做的事就是发火或是有任何肢体上的冲突，因为解决事情的方法有千百种。在荷兰没有兄弟之情，也没有卖个面子之说，事情发生了，公司部门主管或是人事部就会就事论事。如果他真的错了，即使他是主管的好朋友，也要接受应当的惩罚。这就是这里原则性的问题。还有一点，我觉得在荷兰很容易被混淆的就是，究竟对方是在跟你开玩笑，还是在歧视你。我在这里工作的这些年，遇到大家都很愿意和我开玩笑，他们都会说一些有趣好玩的事情，但这些并不是歧视你，而是喜欢你。当一个人对你有恶意的时候，你是能感觉出来的。这时你就可以问对方，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？你为什么这么说？直接把话说开了。在荷兰，你无需要去猜想对方想些什么，直接问对方就好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我觉得这种方式可以减少冲突和不舒服感。我本身是非常幸运的，我之前就说过了，我在这里生活的这些年，不管是在工作、学校还是日常生活里，至今都还未遇到过被歧视的情况。但我绝对相信歧视在荷兰是真实存在的。好的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关于在荷兰的真实生活，你可以参考我这支影片。我是小云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